冲锋战神江马豪，我在这里宿主贴贴纸，这个频道干脆就关起来算了。我今天就把这一台旋风冲锋龙卷风做起来给你们看。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小江老师。你们知道我今天在模仿谁吗？谁？当然是这个冲锋战神江马豪。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有没有看过四驱车啊？哦，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冲锋战神，然后后来还有这个胜利冲锋龙卷风，还有旋风冲锋龙卷风，你们有玩过吗？以前我们国小下课的时候啊，就一群小朋友啊，然后去到一个玩具店，然后放了一个轨道。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谁的车比较快。那当时最大的乐趣呢，就是自己把这个车组起来，然后装那个马达，然后装上电池，下赛道的那一瞬间，然后都会跑输，对不对？跑输就要改马达，结果改了马达以后呢，它都会飞出去。原来玩这个四驱车呢是有学问的。那如果你没有看过四驱车，我现在就开这个旋风冲锋龙卷风给各位看。当你买到一台四驱车，它绝对不会跟河面一样是彩色。它一定是这种没有颜色的。这里有一些零件啊，就是马达、齿轮啊、传动轴，然后它的 linking 好，然后它的底盘。那这里有做一些简单的分色，然后还有这个橡胶的轮圈。那这台车子的灵魂呢，当然就是这一张啦。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车壳贴上这个贴纸，把车组装起来，然后就可以下赛道。但是毕竟我们这里是模型频道啊，我在这里宿主贴贴纸，这个频道干脆就关起来算了。我今天就把这一台旋风冲锋龙卷风做起来给你们看。那我们就出发吧 ，Go！ 你怎么还在这里？上个月开了一个流星，请人家发包前置打磨，剩喷漆都还没做完，我怎么可能做得完这个啊？但是我跟你们讲，我是谁？ Who am I？ 我现在就把我这台旋风冲锋发包给我们的车模冠军。哇塞！你们有没有看过镜面打磨的旋风冲锋啊？就这样做好了哦，这台真的很帅。我们现在来热烈欢迎我们的车模冠军苏安哥。苏安哥，嘿，你有玩过四驱车吗？哦，这当然有的，这是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个青春有没有童年的回忆啊？那你有绕过马达吗？有啊，当时我印象中还有那什么金字塔，还有双线双绕的那种，还有用什么银线去绕。啊，对。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装这个导轮吗？就是让它在行走在轨道的时候，过弯的时候可以让它更顺一点。然后用双层是因为说贴近轨道的时候，让它这样比较不会说翻过去嘛。哇，好专业哦！他知道的比你还多不，那你知道如果有两台车都靠着走道在弯的时候，中间那台会怎么弯吗？怎么弯？它有芯片。在卡通里面，他们就是有芯片，他们会自己弯。声控有没有？他们的四驱车是很厉害的。他们虽然有装导轮，但是他就算跑在中间，他还是会自己弯。还有一个不够专业的，就是来，你脚伸上来。是的。请问你今天穿什么鞋？拖鞋。你没有穿溜冰鞋，你也没有带滑板，要穿直排轮。对啊，这证明哈，这个苏万哥真的有看过的，真的有玩，而且有看过我们这个小豪小烈。OK， 这台车真的做得很棒我们现在来让这个苏万哥介绍一下这台车你做了什么事好不好？好的，好，我们一开始呢，就是先开盒嘛，开盒制作就是先剪件，然后把所有零件剪下来之后，就是一样先去汤口，然后打磨，然后打磨的时候就是当然用我们的 Metalworks 的海绵砂纸，处理过一番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把每个零件拿去用砂拖就是清洗之后，然后再上色。这个是有油的吗？多磨一定都会有油，然后我们在打磨之间都会有一些粉尘。那我的习惯是一定会清洗过后再上漆。你这个是磨到几号？磨到大概1000至1200吧，就是一样海绵砂纸磨到1200之后再去上底漆这样。因为你这个是后面是要做亮面涂装，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或脏污。是。然后我们打磨好上漆的时候呢，小江哥的委托又是照我的方式去改。那当然我也很久没有玩四驱车了。那依照我们现在
改这个四驱车的话，就会想把它说改得漂亮一点，对，就每个零件都会上漆，全涂装去制作。像我们呢，就是车壳的先前作业，就是先把这旁边鲨鱼鳃的部分，阶梯状的部分先开孔，然后还有上面这里进气的部分也开孔。还有在这里的地方，让它好像空气气流可以从这边进来，然后从这边就散出去，这样有一个空气力学的感觉。这是真的，而且它会帮马达散热。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也把马达的这些盖子啊，还打上一个金属消光的颜色。这个好，怎么那么立体啊？对，那个也是有稍微用那个刻线刀再重新刻过，就是用 MadeWorks XXX 那个系列重新刻过。然后再上水贴，太帅了！然后上漆的时候，连底盘部分全部都是碳纤维涂装，对，就是碳纤维涂装，然后把它喷出斜纹，让它看起来又一个细节。然后连后面车壳锁定的这个排气管的造型，也把它做出烧灼感，然后连这个都全涂装，对，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四驱车可以变这个样子，对啊。然后在轮圈的部分呢，也是重新上漆，把它喷成有点类似电镀绿的质感。对，这个是什么？这是水贴啊？不是，这是用那个模板靠上去之后喷漆，然后喷出轮胎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就是一个 logo 这样子，然后有点仿真的拟真的感觉。然后胎皮的部分呢，也去打磨，对，也是用那个砂纸把它磨平整，让它抓地力会比较好，因为它本来是很光滑，对，而且有分膜线，所以我们就顺便的把它磨平整。我现在来考阿龙一个问题，这个要干嘛？这个，对，我靠，考到我了。我有看暴走兄弟，但我不会玩。弱，这个车就是这样子，它跑的时候，它有时候下来，它有时候前面有贴，有时候后面有贴，它增加它的那个摩擦力。对，有时候它会跳跃，旋风、冲锋、龙卷风下来的时候，那个地形，有时候会用到这一块海绵去做一些缓冲，增加一点摩擦力，那车子就会更稳，不然它就很容易真的飞出去。或者它上坡的时候，有没有像这样车头抬起来的瞬间，它就会稍微磨到那个轨道嘛？对，那它就稍微做点减速，它上去再下来的时候呢，速度就不会因为太快而整台车冲出轨道这样。就是这样子。不老的，那我考你一个。好，这个哪一个？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这个中间的导轮是要干嘛的？没有，那增加重量的。是的，就是很简单，它就是这样跳下来之后，因为它整台车飞起来的瞬间，它这两个也会飞起来，对，它会浮起来，然后等它下来的时候，它就增加一点有没有下压力，把它压住，像这样子，你看它就会很快的就定住，它就不会在那边弹跳。它有的会加在前面或后面，那就减少它前后的弹跳，这样。那前后两个这个碳纤维要干嘛？很简单，它只是为了辅助说你加装导轮，让它导轮的那个面积就是宽度更宽，去更贴近轨道的宽度，让它去做一个延伸。当然一半也是为了它的那个造型好看，所以用那种碳纤维的那个形状。哇塞！主要也是轻量化，重点就是轻量化。对，又要快又要稳，然后又要重，反正就是它玩其实有很多的玩法 mega 对，而且四驱车最好玩的地方是在它同一台车对，你同一个设定不一定可以跑赢所有的轨道，因不同的轨道，你可能就要做不同的调整和改造。像他们也有跑那个非洲草原然后轮胎就要改大，对，还有跑改避震，有跑越野的，有跑海底隧道的，有跑各种的，反正超多种的。然后这个是水贴，对不对？对，现在其实玩轨道车很多都有这种贩售的水贴啊，让你就是贴上去之后再做透明漆的保护层之后，比较不会有断擦，因为它贴纸会比较厚啦。对当然有些人他的贴纸会拿来收藏，他舍不得做，你知道吗？所以就是用水贴去代替，然后再做一个保护层的上漆。我觉得这台超帅的，这样我没有想到这个四驱车的质感可以做成这个样子。你还要准备一盒，这个是什么啊？当初会准备这一盒，就是搭漏它全部的碳纤维的这个前翼，还有侧面，还有后面的部分，还有这个刹车的部分。那当然导轮的部分呢，我又再加码，把它改成这种里面它是有培令的这种铝合金的导轮，像这后面这都是培令的，就跑起来就很顺，过弯的时候会更顺。
哇塞，就是做一点不同的改装。然后连马达呢，我们也是把它升级成比较好一点的马达。所以你就顺便把这一台做起来了。对，因为多一台嘛，我们就把它不浪费，把它做起来。然后这一台就做一个比较基础的上色，然后直做这样而已。哎，这个基础直做也很恐怖哎，对吧？就是该上漆的地方也是都全上漆这样。哇，不知道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突然觉得，哎，四驱车不只可以下赛道，你也可以走这个美观比较精致改造的一个路线，然后做好摆在这里收藏，然后一台一台的，然后跟摩友讨论这个车子是怎么做的。哎，那我们现在先来花一点点时间，快速的欣赏树恩哥带来这2件这么厉害的作品。看完了是不是觉得超帅的？哎，我有个问题，哎，做这么漂亮，会舍得让他去跑吗？这就要看小江哥了。观众是你做这么漂亮，你舍得让他去跑吗？我跟你讲，是我的话哈，我就再发包一个。还真的舍不得跑。我们跑就我连贴纸都不想贴，我就装空壳就去跑。我如果真的要跑，我会换成低速马达，就是让它跑很慢。然后一样可以跑，但是不要翻车，不要那个破损。那树恩哥，你还有带什么厉害的作品可以分享给大家？有的，今年呢，近期有完成2件帕卡尼张他二的作品，我今天有带来。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耶。OK，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玩法，就是8公分大比例的 Q 车，然后做成全可开的样式，这样。这个也可以跑吗？这不能跑，静态模型。大概就是这样。这比前面那台更夸张、更离谱了哎。哦，对，因为它比较属于静态模型，那我们一些车身的漆面处理，还有一些细节处理，就可以把它更琢磨。像这台来说呢，最大的可看点还是它的引擎部分，因为毕竟它是一台赛道的那种赛车嘛。那么在我们细节部分，我就加了它一些结构的拉杆，还有一些简单的线路。还有像这个地方，就是 MadeWorks 的10颗片，就是螺丝的10颗片。像这里就是10颗片的那个部分，然后在尾管也是喷那个渐片钛的感觉。然后在这个就是车体整个气压式停车器的那个快速接头部分，也是有做一些细节的处理，例如它的那个引擎旁边摇臂室盖上面还有它 AMG， 让它的 logo， 然后还有做一点卡泵的那种套丝袜的喷涂处理，然后像它的那个内装啊，我们也是有加点简单的细节，譬如说安全带的10颗片。它最大的特点呢，既然它是全可开的，那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合起来，它也可以再装回来。对，也可以全部装回来，而且都是磁吸的固定。哇，我要看。像我们就会先把这个部分先取下来，然后这样子放上去就吸住了，然后前盖。也是这样取下来。像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强力磁铁，像这样子轻轻的靠下去，它就吸住了。哇！对，然后这样门就能关上。哦，我看这好帅哦，这个哪里买得到呢？好，这个是我前阵子呢跟 KR 单车工作室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建模猎鹰套件。请问这个一套要多少钱？这一套2960。哇，可以，我跟你讲，这么精细的作品哈。这个真的值得，这个做起来都要几万块啊！所以你们买这个套件回去自己做，这真的太精密了。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造型，有兴趣的朋友要记得去支持一下。我们现在就来快速欣赏这一台，这叫什么？帕卡尼中它二单车。
看完刚刚那么厉害的单车，还有，那我们直接请苏安哥来介绍这台解体酱车。OK， 现在要介绍的是1:64的帕卡尼当达 R。然后呢，一开始会想制作这一台，完全是4-5年前的一个怨念。一开始就是拿这个 7-Eleven 的小车，它很简单，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开盖的内构，然后像它的座舱也都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当时呢，看到就觉得说，原来现在这种火柴的小汽车有这么的细节可以看，然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火柴的小汽车可以改得更漂亮一点？那我当时就做了这么一台，算当时 Plus 版的隆达。然后当时制作好呢，它当然也只有后面可以开盖嘛，只是说可能漆面啊配色比较漂亮。好，既然我们当时都已经用这台改一个可以开后盖的，那时候就想说有一个野心，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车门前盖全部切开，然后改一台全可开，然后全内购的一个1:64朗达 R， 太离谱了。然后作为一个1:64这个微缩比例小车的一个，算是对自己挑战的一个极限，对极限，欢迎你就是这样加入极限模型网的行列。那太可怕了。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完成了这件1:64全可开全内购的朗达 R 的作品。那当时呢，会想要做的很细节，那当然引擎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物品，那就是委托3D 建模，然后列印一个引擎的细节零件，还有一个前面细节零件，你才有办法去做开盖之后有东西可看的一个点。然后像这个引擎的细节呢，制作起来呢，它并没有到后面这个完成的这么的细。那么像有一些结构感，还有避震缓冲器，还有一些线路的部分呢，包括排气金属的排气的尾管，这些都是后面再去做改造加工的部分去制作，包含它的那个后轮轮轴也是用铜棒去重新裁切去制作，还有一些譬如说电瓶的部分啊，还是说单热的进气孔，还有一些风管的部分，这些细节都是后续再去制作的。然后我们说到内装座舱的部分呢，当然2张铜椅呢也是舍弃掉原本就是塑胶射出比较粗的那种感觉的零件，那用成猎鹰件的，它的细节就更好了。然后再追加它安全带的部分，那安全带上面有追加它10颗片的那个细节，包含它的方向盘的部分，我们也重新委托建模打印，让它的那个细节感再更高一些。然后也在里面增加了一些简单的管路。我这看到目瞪口呆，而且听到头有点晕。因为这个眼镜有点紧，额头是不是有冒一个洞啊？真的，再4个洞就是有点像出家人的感觉。原来不只是因为作品，因为他眼镜戴太紧。OK， 前面的部分呢，那我们也是仔细的分色，然后有加一些线路在里面，还有最大的就是碟盘卡钳的部分，然后碟盘卡钳上面还有它单轴螺丝的细节。那单轴螺丝是用最小的眼镜螺丝去裁切处理制作的，而且这一台呢，不只是可以做整个展开的展示，它也可以整个重新组装起来。哇，那赶快组给观众看一下。
太爽了，一次看完这么多这么厉害的车。今天很开心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管是动态或者是静态方面，都有不同族群的一个模型的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真的耶，这个四驱车可以做成这样，真是太高兴了。如果喜欢顺安哥作品的朋友呢，麻烦去他的这个粉专。OK， 这个粉专叫没有，我没有粉专，就是杨顺安这样。哦我的脸书就是杨顺安，然后 IG 的话就是 SD04322007这样。 OK， 然后你们可以去跟顺安哥订车，但是会等很久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留10台这个四驱车的这个定做时间给我们哦，因为我们还有三角线要做啊，还有飓风因素要做啊。还有闪电霹雳车，毕竟是科幻的频道，科幻模型类的频道，对，我们一定要做一台。好，哎，那我等一下拿给你哦。那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好，拜拜。你怀胎10月了吗？如果你猜我给你做哪一台？我用透视眼看一下。如果你猜对了，就不用做。真的吗？对。是闪电霹雳车系列的，该不会是 Super 阿斯拉达吧？哈哈哈！猜错了。哇，竟然是卡尔里逊特冯兰德尔的车啊！哦，这个车子做这么帅哦，一定要去参加车聚，给人家看一下这个改得多帅。还要怎么带？哎，你知道吗？上次啊，人家来我这里啊，装模型，全部都棉花塞超满的，不是这样子好吗？你看。它这个放下去，量身定做，专门装四驱车的盒子，带一台就1盒，带2台就2盒哦。所以你看，你要带2台车出去就是这么方便。然后在家里要陈列的时候，如果你想看到每一台车，哦，你就把它这样放出来，哇！然后地震有没有？看我们上次收了一堆，这样子就对了，砸下来也不会怕说直接东西打到它上面。一个多少钱？100出头。我印象中哦，以前在外面买要200多，然后这个只要100出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麻烦参考一下下方资讯栏，好，赶快去买一下，拜拜。